好，再來看到的是另外一條戰線，俄烏戰事。這個時候，普丁他亮出他的末日飛彈。另外呢，再來看到北韓現在軍援說要軍援俄羅斯，總共是3萬大軍，有可能來壓境支援嗎？澤倫斯基在烏克蘭的方面，這個時候爆出了內部的貪腐問題。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俄烏戰場，我們來看到最新普丁祭出的這個是戰略核威則，他在12日這一天突然間高調宣布亮出了這個末日級的武器，說在12日這一天成功試射了這個是薩爾馬特的洲際彈道飛彈。普丁說這個是世界最強大的飛彈，而且俄國媒體稱它叫做撒旦2號。好，性能有多強大？射程現在根據了解是35000多公里，可以攜帶多枚的核彈頭，威力是超過西方同等級飛彈的4倍，可以突破所有的這個反飛彈的系統。那麼現在這個時間亮出這樣子的一個末日級的武器，大家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普丁還有呢，我們看到這個川普不是都說戰爭已經要接近尾聲了嗎？為什麼在此刻要亮出這一款核彈呢？是要警告美國跟北約嗎？那幹哥怎麼解讀？薩爾馬特洲際彈道飛彈是俄羅斯的最新款。那其實說句實在話，俄烏戰爭打了4年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有一個比較決定性的結果呢？普丁這時候亮出這個武器出來的戰略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其實它很簡單，它就是要告訴西方世界說，我有新武器完成了，這個叫做末日大殺器啊，這個是絕對你們想都想不到，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一種毀滅性的終極武器。為什麼？因為它的射程達到了35000公里。其實說句實在話，這在人類的武器數據上面可以說是第一次聽到了。因為35000公里就等於繞地球1周了，地球的1周是4萬，打錯了的仗。對，他就繞一圈了。那等於說他哪裡他都打得到了。就我告訴你西方北約還有也是給川普看了。我告訴你，我有這玩意兒叫做薩爾馬特，但是呢，它真正的名稱叫做撒旦2號，然後可怕。因為前面一定有撒旦1號嘛，對不對？那所謂撒旦，其實那個就是以前俄羅斯它的制式的洲際彈道飛彈的一種昵稱。以前它的最大的飛彈是 SS-22，那現在這個飛彈是 RS-28啊。那所以說像這樣的飛彈的話，它在技術上是進步很多了。不過我來大概簡單解釋一下，它為什麼說是末日武器的極致，因為它最多可以帶到16個彈頭。什麼叫做16個彈頭？每一個彈頭，有10萬噸的廣島原子彈的那種威力的話，它可以對付16個廣島，也就是說，它可以對付16個城市。這一枚飛彈也就是它是一枚飛彈飛出去以後，它是多目標就大氣层重返大氣层載具，它可以分離。一個跑向紐約，一個跑向芝加哥，一個跑向長灘等等，就是說一枚它就可以解決16個城市。請問美國你有幾個城市可以讓它解決？一枚就可以做到。那一枚10萬噸的黃色炸藥威力的話，16個彈頭就是160萬噸。其實俄羅斯早在多少年前，它就有摧毀世界、摧毀全球的這個所有的目標的能力了，美國也一樣，所以當時為什麼會有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像這樣的那種，因為為什麼？因為大家手上所具有的核子武器已經遠遠超過人類所能夠負擔的限度了，所以你說射程超過35000公里，可以攜帶多枚核彈頭，那超過這個西方同級飛彈，所謂同級飛彈就是什麼？就是美國的義勇兵洲際彈道飛彈系統，他說我超過你4倍，其實倍數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為什麼？因為義勇兵洲際彈道飛彈同樣也可以帶10個彈頭，也就是說打起來保證毀滅，你毀我也毀。當然，我們中國也有東風系列飛彈，可以說不遑多讓。所以意思就是說，在大國博弈的過程之中，具有洲際攻擊能力以及重返大氣層的載具的這樣的能力，
是一國國力的基本象徵。因此，普丁在這個時候再秀出這個東西來，美國專家馬上打臉，說薩爾馬特飛彈最近的一次試射已經把飛彈坑炸了一個大洞。這個雖然說是這個不太光彩的事情啦，但是因為俄國技術，其實我說句實在話，不怎麼樣，在近代以來常常出現問題，是，就是他們的技術以及他們的安全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後都不若從前了。那普丁這個時候拿出這個東西來，是要增強自己的統治威信，告訴你說我已經開要裝備這樣的武器了。那所以不管怎麼樣，美國你要把它當一回事來辦。對於將來俄烏戰爭的未來的最終的走向，拿出核子武器來當做他的一個保險，跟他必勝的擔保，我想這就是他的另一種政治語言的展現。好，一邊是這個普丁，他再一次的武裝這個俄羅斯自己國內的軍備。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現在普丁也不斷的強調說，在戰時他們的經濟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西方一直說這個俄羅斯的經濟崩潰，一方面是經濟問題，第二個事情是普丁還不斷強調說，我們有來自於北韓的最新軍援，那包括這個軍援的內容，現在說有這個彈炮。炮彈，還有火箭炮，還有短程的彈道飛彈，火星11A 等等。再來就是傳出北韓接下來呢還會再準備再派3萬士兵來支援，目前是1萬多名士兵，現在是已經在戰區了，他們是北韓的特種部隊哦。那俄羅斯的官方也說，其實呢，在過去3年，俄羅斯的經濟表現是沒有問題的，他喊到說一直維持10%的一個成長動能，這是俄羅斯的說法。那北韓也說，過去3年他們透過援助俄羅斯賺了大筆鈔票，是他們一整年的 GDP， 大約是達到130億美元的一個金額哦。那在戰場的第一線，現在俄烏雙方不是說已經停火了嗎？沒有想到停火一陣子之後，現在雙方又打起來了。最新消息是烏克蘭出動了200架無人機，大規模的攻擊俄羅斯。我們先看俄羅斯現有的戰力跟經濟狀況，能夠一直支持他繼續的打下去嗎？那玉君又怎麼解讀？俄羅斯的所謂的經濟狀況的良好。我們可以用經濟學上的這個卡因斯主義的就是戰時經濟來看，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徵收型的經濟啊，就是它其實不是一個自由型的經濟，它所有的經濟都在生產跟打仗相關的，那它並沒有民間的或者是說一般的消費型的經濟，所以這個經濟所謂的好跟不好呢，其實看這樣的數字是沒有任何的意義的啊。那我們相信一般的老百姓在那邊，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苦的。他不管是消費啊，或者生活絕對不是說想象說我這一年增長了多少，可也一定是在倒退的。所以他的經濟如果是反映出一般的民主國家下對政治的安穩度普丁的政治安穩度是不是在下降？我相信一般人大概我們都是這樣子的觀察。那對於普丁來說呢，他或許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如果他認為他的判斷是他現在是在贏的方向，就是烏克蘭雖然還有很多的無人機，但烏克蘭因為現在他的徵兵有非常大的問題烏克蘭現在的徵兵，他的年齡不斷的在上升，甚至已經從40幾歲增長，可能還要繼續的往上升，所以他的這個兵源是不是有問題？所以對於普丁來說，如果他的判斷，就是他的將軍告訴他說，他的情資告訴他說，我們在戰場上可能很快的可以把烏克蘭的這個兵源給消耗完，他當然會希望用和談的方式最後解決這場戰爭，這對他的合法性，戰爭結局的合法性是最好的。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不要忘記，川普這幫測試，川普他是一個希望改變國際秩序的人，這幫人在剛上台的時候就提出了一幫要聯俄制中的概念。那如果你是普丁，你還待等何時？這個時候就是很多人一直在這個世界上討論說，如果你是俄羅斯，你到底對於跟中國之間、跟美國之間，你更願意跟美國合作，還是更願意跟中方合作？這個 debate 當然是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確實有一幫人講說，俄羅斯他們認為自己，他們畢竟是白人，他們跟白人是同文同種，或者說他們畢竟跟黃種人是不一樣。還有人扯說，他們唯一統治過他們的民族是黃種人的民族有人這樣子講過。所以呢，這個俄羅斯他現在會不會在思考，就是普丁的頭腦裡面，他怎麼樣的去
停止這場戰爭，尤其他如果真的認為他其實佔上風的情況下，他有幾個考量點，就是第一個，他希望用和談的方式解決；第二個，他要怎麼樣在和談之後跟美方取得一個不會利於他在美中俄三方裡面一個劣勢的一個角度，這是接下來他要去思考的。最後就是他一旦戰時經濟結束了之後，他的經濟會面臨很大的問題，他要怎麼樣靠美國跟川普的合作，不讓他的經濟繼續的崩盤。好，這個是俄羅斯方面。那剛剛其實玉君也特別幫我們提到，現在烏克蘭面臨的問題就是這個增兵還有兵源的問題。所以呢，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蘭內部有關於增兵的問題哦，還有它內部的這個人員體系的問題，我們也一起來看。因為呢，最近是爆出了他們的高層這個接連的貪腐疑雲。那其實這涉及的部門非常的多，從總統核心圈的幕僚到能源部門到大型的建設等等都有，還有就是前幕僚長長期親信的叶爾马克都捲入了1000萬美元這麼高的一個洗錢案，甚至有一些案子還涉及跟總統有關係哦。那同時戰場內部來看到一些警訊，就是烏克蘭高度依賴的無人機作戰，但是在最近呢，因為要快速動員、臨時增兵等等的問題，竟然是打到了自己的友軍哦，說是誤擊事件。岳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俄烏之間的衝突已經4年多了哈，那這個澤連斯基帶頭以及他的幕僚貪污的消息從來沒斷過，那我個人會覺得說這個可能是這一次的話呢，不管是不是特別嚴重，因為我們人不在現場，我們也沒辦法隔得這麼遠做判斷，但是我可以知道基本上有3個情況是烏克蘭目前為止是比較困難的。你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烏克蘭原來一開始的時候呢，那個澤連斯基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他跑到就是剛開始的時候跑到美國國會去演講的時候，美國國會哇不得了啊，參眾兩院都站起來鼓掌啊。那一個演喜劇的人啊，突然之间受到這種待遇啊，我記得以前有這種待遇，大概就是這個蔣宋美齡有這種待遇啊。那這個大家就講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對不對？然後這個裡頭的話呢，捐錢的人就非常多。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就說這個澤連斯基一下子飄了，他自己都覺得自己不得了啊，成為这個对抗邪惡的這個主要天使一樣。那這樣子的話呢，那這裡面所牽涉到的權利啊什麼的，以及那個就傳出來他的這個夫人呢，就是跑到這個巴黎去的時候，就是他在那邊跟法國談，他自己跑到那個這個巴黎的這個名牌裡面去買包包嘛，這個消息也是有的嘛。然後這種情況，這個負面的消息不太好。然后第3點的話呢，我覺得這個烏克蘭目前的這個情況下，確實是到了澤連斯基要準備改選了。我覺得說澤連斯基如果接受這個改選，然後他選上的可能性又不是特別大，然後他底下那個接班人在倫敦當大使已經蠻久的哈，這個扎盧日內啊已經是做了非常長期的這個原來是參謀總長的身份。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因為澤連斯基呢，他有前面這一段跟後面這一段，前面這一段很得意，後面這段很失意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配上美國碰到了川普還要搞好長一段時間。所以我覺得他自己借這個消息的話呢，我感覺到這種說澤連斯基貪污的消息，或者說他底下收回扣的消息，底下的幕僚什麼的，也就說明啊，他自己並沒有被調查，這個要搞清楚哈。就是但是呢，他已經不是人了，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管好自己的首相，這個跟他要準備換人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是能力不行的話，你就換下來了。好，大概是這樣子。好，謝謝岳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